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同样是美女摘面纱，把邱淑贞、赵丽颖和赵露思放一起，差距就出来了。大家最近有在追剧吗？鹅厂的又一部 S 家古偶《且试天下》正在热播中，不知道有没有人跟范姐同步看剧了？虽然由于剧情和人设的问题，网友对男女主角的评价不是太好，说他们演得太端着了的结论甚至上过热搜。但其实杨洋和赵露思这对组合还是典型的养眼型俊男美女 CP。赵露思作为一个演惯甜妹形象的非科班出身演员，在剧里饰演的高冷侠女还是挺有那股清冷味道的。尤其剧中稍微出现一点半相反差后，她变身花魁的那段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戴着面纱跳舞撩男主角，营造的氛围极其魅惑。揭下面纱后，给人的感觉也足够打动人心。只是审美这种东西还是有高有低，觉得赵露思颜值不够亮眼的也大有人在。毕竟如今的古偶妆造极度趋同，赵露思这摘下面纱的惊艳度或许还不如同样一身红衣的陈芊芊。要知道从前那些古装剧里，美女摘面纱的场面大都是能真真切切地让观众带入剧情，心中一荡。经典美女，金庸武侠剧里的美女配角们最容易出现面纱遮脸的名场面，其中邱淑贞在王晶导演的《倚天屠龙记》里扮演的小昭被人摘下面纱这一幕实在经典。打斗闪躲中转着圈露出真容，邱淑贞演出了那股慌乱无措，顺便使得观众跟随片中其他角色一起感受了一下这种惊鸿一瞥带给人的心动。邱淑贞的颜值，大家肯定是服气的。同一部电影里，黎姿扮演的周芷若也有摘下面纱的经典一幕。区别于邱淑贞的被动，黎姿在这里是主动露出真容。只见她缓步上前，翘起兰花指，优雅扯下面纱，整套动作美轮美奂。黎姿的美是那种有点攻击性的艳丽，但她演的是前期的柔弱小白兔周芷若，因此摘下面纱时的冲击美被她的柔和无辜眼神淡化，只剩下一股仙气飘飘的惊艳。同样出自金庸武侠剧《天龙八部》里，蒋欣扮演的穆婉清摘下面纱的一幕，与黎姿这场戏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主动露出真容。蒋欣彼时还带着婴儿肥的美貌和演绎到位的演技，都将原著中穆婉清的楚楚可怜、娇柔婉转展示得淋漓尽致。武侠剧《风云》中，蒋勤勤饰演的第二梦用面纱蒙面，只为了遮住毁容的脸。当她带着些微失落和瑟缩摘下面纱时，那点爱心形状的伤疤让人无力吐槽。美女的面貌怎会被这点小伤折损呢？年少的范姐当时只想大喊不必，这哪用得着无颜面对爱人？不过范姐心中的白月光并非是蒋勤勤，而是94版《三国演义》里的陈红。正值青春年华的她在剧中饰演三国第一美女貂蝉，只能说不愧被称为第一美女，没有半点虚言。陈红掀开面纱的那一刻，真的惊为天人。此外，还让范姐印象深刻的一位小美女就是《大唐双龙传》里的施飞轩了。比起上述诸位美女，唐宁的颜值并不怎么排得上号，但她诠释的施飞轩确实有那股超凡脱俗、冰清玉洁的清冷之美，特别是戴着面纱营造的氛围很神秘。所以，当唐宁在剧中摘下面纱，真面容揭露，那种淡颜系的耐看之美，简直能惊艳全场。流量小花，跟经典古装剧中只让真正美女演绎摘面纱桥段不同，现在的流水线古偶中几乎都少不了这种场面，因此线上的流量小花们都有相关诠释。开头我们讲了《且试天下》中的赵露思摘面纱，但其实她在另一部古偶《3000鸦杀》里也有戴面纱跳舞的场景。不过这剧里她面纱下的妆容比《且试天下》更不用心，
除了异域风服饰较为吸睛，看脸还真看不出来亮点，可见面纱梗都用烂了。85花里，唐嫣在《仙剑奇侠传3》中，紫萱摘面纱一幕算是最经典的了，这也是唐嫣最有记忆点的代表角色了。演技还没有因为爱演傻白甜丢失，紫萱的霸气、妩媚、深情全都能通过一双眼睛表达出来，因此不管是戴上面纱还是摘下面纱，都让人折服于她的美貌。其次，刘诗诗在《风中奇缘》里的异域风装扮很有特色，戴着面纱十分华丽，摘下又非常美丽，足以让人忽视她那无神的双眼。而在这部剧里，她的演技也还可以。跟刘诗诗相反，赵丽颖在《蜀山战记》里扮演的亦正亦邪玉无心，全靠演技说服观众了。她的扮相很简陋，服饰和面纱都很廉价，摘下面纱后的妆容也浓到有些不适合她，只能说剧组并没有用心。《梦回唐朝》里的佟丽娅也是因为妆容太浓导致颜值减分，虽然摘下面纱一眼看去仍然惊艳，但这色调艳丽到有些花哨辣眼睛了。而《如懿传》里的李沁造型更是一言难尽，不过本就长相冷清的她好歹演出了那股不甘愿和高冷，揭下面纱的一幕也能让人铭记她的美。《九州天空城》里的鞠婧祎则是造型到位了，而演技没跟上。摘下面纱后表情空洞的一张脸，不知是想表达什么情绪，也许只是想让观众夸自己好美吧。拉胯胡花，上述流量小花无论怎么拉胯，总算颜值还是合格的，但现在有些粗制滥造的古装剧里的胡花摘面纱，就连颜值也不能保证了。几个月前上映的王晶翻拍的电影《倚天屠龙记》里，他捧一个名叫云芊芊的新人饰演小昭，妄想打造第二个邱淑贞。但看看这造型差距、演技差距和长相差距，把俩人放一起，都有点侮辱邱淑贞了。被挑开面纱后，云芊芊的小昭一脸带点微亚的麻木，似乎满脸写着我漂亮吗？但这典型的网红脸长相，实在没法有惊艳感。再看去年才播出的新版《天龙八部》里，刘美彤饰演的穆婉清扮相，戴上这种黑色蕾丝全脸面纱，试问谁想看她的真容啊？看多了美女的段誉早该被吓跑了吧？当然，剧里的段誉是想摘的，然后被打了一巴掌，这场景莫名搞笑。最后不小心坠崖，面纱掉落，这个完美的颜值不知道有没有打动段誉的心，反正观众真是看得心如死灰了。不行，咱还是把面纱一直戴着吧。常言道，美人如花隔云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些都是影视剧里的美女为何要戴面纱的意义。而摘下面纱后的美丽本该诠释到最大化，这其中颜值不能拉胯，演技更是不能缺失。空白的面目表情会让美貌大打折扣，剧情该传达怎样的情绪，演员就应如何表达，否则观众只会感到出戏。审美是主观的，但近些年美女摘面纱名场面确实是拍得越来越差劲，只希望之后的古装剧能拍出那些经典里的韵味。